欢迎回到伯恩夜夜秀。今天这个座位呢，可以说是现成辣妹，因为呢，接下来这位来宾他非常忙碌的在到处改写别人讲错的话。没错，她就是台湾首位民选女总统、三军统帅、辣台派中的辣台妹。让我们掌声欢迎蔡英文。我的天呐！今天非常开心，蔡总统可以来到我们现场。我看到也穿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花衬衫啊。是，谢谢。今天总统来会紧张吗？应该还好吧，因为我也很习惯台下这一颗一颗的人头这样坐满了。OK， 因为今天为了迎接总统呢，这个安检做得非常的严格，真的是让整个观众在进场动线搞得非常麻烦。这个真的很不好意思了哈。因为总统在的地方要进行安检，这是法律的要求，总统也不能够改变的，所以真的很抱歉。那不是你自己要求的？哦，不是，我身份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OK， 好，因为我在想说，在别的国家不承认台湾是国家的那些人，我们的地位其实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曾先生跟蔡女士这样。可是。在台湾这个民主国家，我们的地位还是一样的，就是曾先生跟蔡女士啊。蔡总统真的很擅长改写别人的句子啊，这是最近的一个新嗜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很好奇，总统除了安检，你去哪里都要安全，或者有随行人员，有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以前很喜欢做，然后现在没有办法做了吗？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开车嘛，哈。那我有一次也想开车，我问我的随扈说，我可不可以开车？那他们开完会以后觉得说，可以开车，但是前面要有一辆车，后面也要有一辆车。所以其实是可以开车，只是太麻烦了。啊，对。那假如一般只是去便利商店买个宵夜这种呢，要前后2台车。你就会发现我周围。就有好多人跟我一起在走路哦。那你如果特别要求他们一点的话，他们可以把它装作是路人，然后穿便服在旁边。真的可以这样子？可以，他们可以配合改变服装的。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总统才需要这样，副总统需要这样吗？好像也是这样子。他也需要这样。对。所以你不能派他去买泡面之类。恐怕有点困难。不行啊，不行。OK， 好，我很好奇，我个人非常好奇，你平常是怎么称呼陈副总统？你会说贱人这样子？我就知道这一题有陷阱。我现在就称呼他为副总统。副总统。很安全的称呼，很安全的称呼。那如果他做很讨人厌的事情呢？他偷喝你的水，你说贱人，不会还是不会？我觉得你跟传说中的一样的尴尬耶。我何其无辜啊！刚每个都有笑声哎。好了，所以那个不讲别人的事情。我们回来，回到总统身上。我很好奇，因为现在如果要去做很小的事情，就会变得很麻烦。有没有什么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，然后总统反而变得很方便？我觉得现在最方便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到警察局去借用洗手间。你有做过这种事情？经常。经常。警察都不会拦你，一般民众。有没有警察曾经不认得你？所以我想借个厕所，你谁啊？通常总统去以前都会有人通知他说：“喂，总统现在有点想尿了，总统。”对，不是，那个代号叫101。101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了哈，台湾101象征这个。这个是想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好好玩哦，
好好玩，对，没错，的确有一个。那今天其实我知道总统来这边，我觉得总统应该要非常的慎重对待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影片一发出去，网友是很无情的，他们就会说，哇，总统整天就在那边搞笑，你都没有在做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搞笑也要有，但是认真的也要有，可以吗？对 ，OK， 确实是如此，那借用你的功力了。OK， 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，没问题，哎，拜托，我没有问题啦。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总统最近 YouTube 破10万订阅，刚拿到奖牌。哎，对，这个不错吧？恭喜！我个人有2个频道都已经破10万了，我到现在1个奖牌都还没拿到。那我去提醒一下 Google。OK， 好。我很好奇，在参与这个网络影片的时候，总统的参与度有多少？网红不是我的专业了哈，我现在做的工作是总统的工作哈。那但是呢，我还是要跟像你这样的网红一起来合作，因为我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政令宣导。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字，像我一样的网红，我很好奇，这是什么样的网红？就是有知性，又尴尬，又好笑。OK， 这个不错，这个补刀不错。我都不知道蔡阿嘎也是知识型 YouTuber， 但是。我之前有听说总统的幕僚讲说，在拍一个影片的时候，你都会去质问他们说，我拍这个影片意义是什么？啊，对，因为我不能为了拍一个影片去开一个影片嘛，因为我的职业不是网红，也不是明星嘛，哈。但是我去拍一个影片，总是要有一个政策目的嘛，哈，或者是总统的工作的目的，所以我都会问他说，那我们这个的意义在哪里？我都会去问他们。那今天这个行程是忘记问还是怎么样？好了，还是交给我，大家不要紧张。不，可以，因为有一个知性、好笑，的这个，而且尴尬的这个主持人，我想这一局可以不用问了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回到，因为网络上的酸民，之前总统有讲过一句话是，您在网络上被骂的次数比我们的赖功德院长多很多。我想要知道，总统会去看现在 YouTube 频道下面的留言吗？不只是 YouTube 啊，很多地方都会有留言啊，或者是有人有评论啊，其实网络上蛮多的啊。那你有没有一个分身账号是专门去呛他们的？我没有分身账号，但是我有一些支持者会见义勇为。不能你们这些1450不要吵。但说到留言，最近有一位台北市政府的市长，他被问说，觉得是不是比总统优秀？然后他的答案是 Of course。今天想要问总统说，你觉得您的英文有没有比柯文哲优秀？我要用不同的发音回答你，叫做 Of course。好，反正今天的目的就是想要各个人都攻击过一遍。我们刚才在报新闻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最大条的新闻，就是最近郭台铭宣布要参选总统。对，那我想要问蔡总统，是不是心里面其实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一直被骂资进党，然后出现一个大右派这样。这是你说的哟。好，我说老实话好了，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蔡总统这几年的民调啊，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劳基法修2，然后不能说修改，是劳基法修改。蛮尴尬的，让一部分的年轻人不是那么开心这样子，然后就想要请问总统，既然都聊到这个，就是到底是偏左还是偏右啊？对于劳基法的修改，您目前认为是满意的吗？
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工程啊，因为我们一方面想持续的去改善劳工的权益，让劳工不要那么辛苦，降低他们的总工时，也希望他们的薪资可以提高啊。那另外一方面，确实台湾也面临到一个蛮关键性的时刻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中小型的企业都面临转型的时刻，也有很多年轻的创业者，他在创业的初期，他们也是处于很困难的。那这些人都是雇主啊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其实这种小型的企业或中小型的企业，企业主跟这个劳工，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所以对执政者来讲，要维持这个平衡，确实是很困难。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，或许大家会看到我们在这个维持平衡过程中的这种困境啊。但是或许大家是不满意哈，或者对我们很多的批评，我都可以理解。但是真的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，说一个政府在一个这样的社会的结构跟经济发展的阶段哈，确实是要维持一个平衡，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。但是即便是如此哦，过去的2-3年来，我们对于劳工的权益啊，确实是尽我们的所能去把它做得更好啊。那我们的最低工资哦，我们执政将近3年，已经调了3次了。现在的最低工资是23100元啊，就是正式的把我们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噩梦的22K 就把它抛开来了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讲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了哈。那另外啊，我们对于非典型的劳动者，因为他们是最弱势的劳工哈，那我们也开始政府带头做起，到了明年啊，我们会把这个非典型的劳工变成是归零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希望他们变成是正式的劳工，而不是一个非典型的劳工的形态了哈。OK， 我会不会讲太久了？有一点点，对。好，那下面请你了。好，相信这个严肃的谈话暂时告一个阶段。我想要念几个在网络上的酸民，就当时我们同步发布这个蔡总统要来上节目的消息的时候 ，PTT 有一篇爆文，然后下面有一些算是爱之深责之切的留言。对，然后稍微念几个给总统听。有一个是 Andy Cat 5566。他说空心菜有稿给他念都这么废，没稿可看还蛮想看有多废。我今天没稿啊。没有稿。好了，我知道，好，但这毕竟到时候会在网络上是一个我们要证明嘛，我们要证明说没有稿照样可以讲得很好，所以接下来想要请总统看到底是靠稿子还是脑子。感觉小英总统的反应算是蛮快的，我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游戏，看到底是多快。这个游戏呢叫做5秒定律。5秒定律，接下来我们会有5秒钟的时间看。我们抽一个题目，然后它里面会有3个，你要说出3个东西，这样子，看有没有办法在5秒之内讲出来，可以吗？一定要3个吗？一定要3个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喝一口水。我不敢处罚总统，我怕等一下国安单位全部冲上台了。好，所以这边有一些，我随便抽出一些啦，然后洗个牌，以免你作弊，对。好，我抽出第一张，然后5秒钟的时间哦。好，来说出3种只有女性才可以做的事情。其实只有一种，就是生小孩。现在女性什么都可以做，连总统都可以做，3军统帅也可以做。游戏规则我再说明一次，5秒3个东西，好，不错。但是刚才的答案我喜欢，所以让你过。好，接下来要守规矩一点。对不起，忘记拿这个很酷，因为它刚好倒过来，然后小猪猪跑到底就是5秒钟这样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用这个。好，说出3件妈妈不想要让你做的事情：不抽烟，不喝酒。不搞政治。
所以总统没有听妈妈的话。显然是没有，但不抽烟是对的。OK， 不抽烟很好。这个等一下，总统反应也太快，我很好奇，这有这么好答吗？我玩一题好不好？好。因为我们在办公室玩的时候很困难呢，你知道，就是5秒钟讲出来。好，那总统抽下一题，然后换我答。你答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来。你希望父亲能给你的东西？关爱，钱，还有房子。这个还不错哦，不错哦，过关。可以啦，哎，简单啦。这一题不太难啊。对，要不要再考我一题？这样可以了。这样可以。刚才的那个答案有从一个有理想的青年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化的。好，我们玩最后一题好不好？好，玩最后一题。好，请说出3种用嘴巴做的事情。吃饭、说话，还唱国歌啊。唱国歌，请问唱的是哪一个国的国歌呢？当然是中华民国国歌啊！中华民国国歌。你以为总统会唱哪一国国歌？哇，这个总统反应真的很快，真的很快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，我觉得总统今天来了，终于可以聊一些只有总统才可以讲的事情。我个人非常好奇，因为在美国的电影里面呢，他们都会演说，总统在交给下一棒的时候，他们会有一些国家机密档案，有整个一个资料夹交给下一任。我想要问，马前总统有交任何东西给蔡总统吗？没有机密档案啊，但是有一些留下蛮多那种该处理没处理的事情。我被辣到。OK， 所以国家机密这个我了解了，有够辣。我下一个想要问的是，因为总统其实是3军统帅，所以一些国防的问题，这军事的，国内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其实脑袋有一些想法，就是台湾可以做什么事情。我已经想到如何让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总统想要听吗？请。这个非常简单，我们派一个人拿着手枪去美国五角大厦，然后对空击枪 ，bang， 说我们跟你们宣战。然后这时候他就赶快逃回来，这时候很严重，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等美国打回来，到底是会打台北还是北京？原因是因为，假如他打台北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说台独吧。可是如果他打北京，我们也不会太难过。一个有没有双赢的局面？请问总统什么时候出兵呢？主持人，你是不是 PTT 看太多了？我们作为一个区域的负责任的一方，我们会维持，同时也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维持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。但是维持区域稳定不是只有我们一方责任，所有相关的各方都要一起来共同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。受教。最后一个阶段，因为今天我觉得我背负着一个压力，因为最近有一个事件呢，就大家非常想要听总统的意见，然后就是总统对赖清德这个人的想法。那其实我们也会知道说这个气氛会有点奇怪了，所以我们特别请了乐团，等一下会用一个非常浪漫抒情的配乐。然后希望总统对着那一集有没有一些心里话想要跟赖院长讲的，就直接看到他的心灵深处这样子。真的要讲？好，应该叫清德还是叫赖前院长？1+1一定是大于2，
支持者想看到我们合作，我们就应该合作，我们一起来度过我们最具挑战性的时刻。哇，就是相信清德在天之灵，没有，开玩笑。但我还想要听到另外一段，就是有另外一位先生最近宣布参选，郭台铭先生，不晓得小英总统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他说的？郭董事长，选总统不需要马祖托梦，自己决定就可以了。那最后，因为就是最近一直有人出来讲错话啦，讲一些不该讲，那总统也有纠正他们。最后是不是可以请总统跟所有全国的观众呼吁一下，关于民主这2个字，您觉得代表什么样的意义？民主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价值。那国际社会敬重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民主。在民主机制底下，我们都可以有自由的生活，不论是言论自由还是我们生活的方式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民主的话，那台湾人的所珍惜的价值就不存在了。所以，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，2020年的选战就是我们民主价值的一个选战，我们要坚持台湾的民主。2020的选战是一个我们要坚持有一个自由、民主、独立、主权的现状呢，还是要走上一个被统一的进程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选战，所以我要请大家相信台湾，相信民主，蔡英文是唯一的选择。非常感谢总统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，各位掌声谢谢蔡英文。